我们先调一点底色，先放在这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把这个太白、三绿和胭脂一起调一个底色。比例的话没有严格的要求，只要这个颜色稍微的变一点就好了，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。好，我们还是调一个底色备用。底色我们不要调的太干了，稍微稀一点，再加一点点水。大家在调底色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调的干和湿就针对于看你要画怎样的花。如果说画浅色的花，我多次的再强调啊，如果你画那种浅色的白色的花，咱们调底色就把底色调浓一些。好，我们来画花瓣，我们来调一个颜色来画花瓣，用这个蓝色给大家画花瓣好不好？用这个三青还有这个孔雀蓝，然后再加上太青蓝，再来一点太青蓝。那我们不要底色了，把底色稍微洗掉一些啊。不要底色，把底色洗掉，因为这种三青它本来就是一种实色，它里面的粉状本身就很多，而且我们想要把它颜色稍微画深一点，所以我们把笔上刚刚调了底色，我们把底色洗掉，然后我们调色，先把这个三青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这个1/2的地方。这个随便用的颜色啊，你们不一定要用我一模一样的颜色。不是说要用一样的颜色，你用头青啊什么都可以啊，或者是只用这2个颜色也可以，只用三青和太青蓝也可以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孔雀蓝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这个1/2的地方，笔尖稍微的加一点点这个太青蓝，太青蓝不要太多了，笔尖稍微加一点点。那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花瓣啊。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，假如说你们看到这朵花，看到了吗？这个花，这个包菜型的花，像这些花瓣啊，这些花瓣是我们通常第一笔要画的花瓣。那这个花瓣它就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你看这一块的这个背瓣，还有这些花瓣，这些都是背面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些比较浅色，这些都是背面的花瓣，就是不同角度的背面的花瓣。好像这个花瓣我们有各种朝向的，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示范这个正面朝上的。那我们拿笔的时候这样子拿笔，然后侧锋知道吗？怎么样叫侧锋知道吗？侧锋的就是意思就是这个笔，你看一下这个平面啊，侧在这个纸面上是侧起来的，叫侧锋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中锋就直着画，就是中锋，这个是侧锋，然后你往上就是逆锋，还有这种转弯的这种有驼锋。那我们这些用笔的方法，通常我们在画大写意才会用到其他的锋，但是我们画小写意花的话，我们只用的大部分都是用到这个侧锋啊。侧锋就是把这个毛笔跟这个纸面接触的地方是侧起来，大概是有角度20度、30度、40度。那这种角度越大越小的话，我们的花瓣就越大；角度越大的花瓣就越小，明白吗？都是用侧锋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花瓣朝上的这个背面的花瓣，我们下笔侧锋，这样子笔肚这样子转过来，推过来，是吧？这是第一笔。然后一边点一笔，一边点一笔，那这边可以稍微点大一点，也可以推一笔。那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这个背面朝我们的一个大花瓣。这个也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花瓣啊，也就是这样子的花瓣。那背面朝我们的花瓣，继续我们再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颜色。那我们画一下各种朝向这种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啊，这个是朝上，然后朝右。
还是一样的侧锋，侧锋行笔，你笔肚这样子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哎，转的这是第一笔。那我们行笔的时候是往这边转哈，这个幅度的转，然后这一边点一笔，这边点一笔，然后这边点一笔也可以推一下，这边也可以推一下，就是让往这里推，然后这里是以点一笔。那这样子就画出这个花瓣，它两边要不一样，一大一小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那这两笔也要有不同的大小，知道吗？我们用法是侧锋往这里推，啊，这一笔也是推，那这一笔就是点，侧锋啊，侧锋，全部都是用的侧锋。这个花瓣都会画吗？好，我们的笔肚里面干了，你看我们画到这个毛都已经翘起来了啊。笔上干了，毛就会有些时候会翘起来。那我们毛翘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加一点底色。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调色很重要哈，家人们，像这样子调色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调色调了很久，你不要就这样随便调2下你就开始去画了，一定要调到这个笔肚里面，你看到这个颜色，你转一下，你再调完之后，你把这个笔360度转一下，看一下这个颜色是否都是均匀的。而且我们调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笔是要睡在盘子里面调，这样子这个颜色才会均匀的晕上来。如果你的笔是这样子竖着调，它的颜色始终在这个笔尖上，始终上不来，所以明白吗？好，我们再加一点点太清蓝，好，我们还是继续来画这一个花瓣，朝右边的，然后画一个朝左边的。好，还是侧锋推过来，推一笔，然后一边点一笔，一边点一笔。好，一边点一笔，一笔大，一笔小，啊，都是这样子推过来，点啊，都是侧锋啊。还有这个朝下，那就像我们上面这一朵花里面，这个侧瓣它就是朝下的，朝下。我们还是一样，侧锋行笔，这个笔尖可以不动，笔肚往这里转，笔尖可以稍微动一点点啊。我们的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，然后这边点一笔小的，这边可以推一笔稍微大一点点，让它就这样子转，侧锋转过来点，然后这边也是稍微的推一点，推一小笔，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正的反瓣啊，那还有侧面的。那我们先来示范所有的反瓣，各种角度的反瓣。那我们手掌像一个花瓣一样，它这个我们现在画的就是正背面，那还有这种侧一点的，还有侧的更厉害一点点啊。不要去看调色的比例，不用去看多少比例哈，你按照第一个颜色，就是比例多少都没有问题啊，就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比例给用秤给称出来。没有办法的，就是你第一个颜色，你调一层到笔肚的1/2，你调多一点，调少一点，你出来的颜色只是不一样，它不影响这个画面。只要你把颜色调均匀了，你调深一点，调浅一点，哪一种颜色多一点，哪一种颜色少一点，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明白吗，家人们？就是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调色的时候，你不必要去追求跟我的色调是一模一样，你要追求的是这个颜色的均匀度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画这个侧面的花瓣。那这种侧面的花瓣，侧着的花瓣啊，我们可以分3笔来画。第一笔还是一样的侧锋，轻轻的推过来一笔，然后第2笔我们的笔尖还在这下面这一条线上，然后这个笔肚现在往下一点点，让这个离纸面的角度更小一点的时候，这个花瓣就会更大一点。好，这个第2笔。然后第3笔这个笔尖还在这个一条线上，往后稍微的拖一笔，那这样子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了。那我们真正画熟了之后，我们就一笔成型，来笔尖现在划过来，然后再提起来一点，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一点，然后再停顿一下，往后拖一笔。
好，这个一笔形成这种侧面的花瓣啊，这种角度像这样子，就说明我们的笔肚离纸面远一点，像这样子说明这个笔肚离纸面更近一点，它就会更宽一点。那像这种缺口的地方，其实我们要把笔给提一下啊，稍微的提起来一点，然后再慢慢的按下去，就形成了这种外边的这种波浪的形状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首先还是来补充颜色，补充了水分之后补充颜色。第一个颜色调到1/2，第二个颜色调到1/3，笔尖再蘸一点点这个太青蓝。来，这个花瓣我们继续啊，画一个不同方向的，还是一样的侧锋推过来，然后再重点推过来。然后再起来一下，再往后拖一下。起来一下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的笔往上抬一下，那这个点就是笔往下抬的，这个缺口就是笔往上抬一下，就出现这种缺口。抬一下，然后再按下去一点，然后再抬一下，那这一笔就不用按的那么下了，这样才会形成这种波浪。啊，这种比较大的侧瓣，那还有更小一点的侧瓣，它的画法跟这个一样的，更小一点的侧瓣，来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。那这个还不够小，还有更小啊，来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笔。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是这个笔要有这种提按的这种动作啊，要提起来，再按下去一点，这样子就会形成了这个花瓣的这个波浪形。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。这个花瓣都会画吗？要有提按的这个动作啊，这样子才会形成这个波浪，这个不规则的这个边缘。这个边缘大家不要画成一样大，不要相等哦，不要相等，要不同的大小啊，要有变化。就有一些家人画成这个豆子，画成这个什么豆子的形状，就3个一样大就不好看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小一点，这个大一点，然后这个长一点，3节都要有不同啊，这3节都要有不同，明白吗？就不要把3节画成一样大。这些花瓣就是在这些地方啊，在这些包起来这种背面的花瓣。这里看到没有？这两边都是。好，最主要的就是这几个花瓣啊，然后其他就是补充里面的正瓣。这几个花瓣，这3种花瓣在我们这一朵花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那么给大家示范一个组合，在组合中给大家教怎么去补充正瓣啊。那我们不在这一个花瓣中去补充正瓣，因为我们通常在画作品的时候都没有说一个花瓣里面去补充正瓣，那也可以补充一点点哈，可以补充一个，把一个画成一个卷瓣。假如说这2个反瓣，我们中间去补充这个正瓣的话，好，我们来，假如说这2个反瓣我们要去补充正瓣，我们怎么补？我们调的颜色要更深一点，然后从这个根部这里出发，然后到这个缺口这里停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深色，然后从这个缺口
沿着这个边缘再出发，再到这个缺口里面停。好，笔尖要不停的有这个深色啊，再从这个切口出发，然后从这里再来一笔啊，这样子，笔尖要有深色的。然后这一边我们继续把它调整一下，来这里补充一笔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一个就是补充了一个画成了一个卷瓣，两边有反瓣，中间补充了正瓣。那实际上我们要画这一朵花的话，经常会有这种正反瓣组合，就像这些地方它都是正反瓣的组合。如果我们画一朵花，把这个正反瓣组合还有架子搭好，之后，把正反瓣的组合画好，你这朵花就已经差不多要成功了，明白吗？所以画这个基础的花型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把基础的花型把它练好。好，我们来先画一些反瓣。好，先画一些反瓣。按下去提起来，重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。来，我们继续加多一点点反瓣哈，大的旁边有一个小的，来，我们这里可以叠加一个哈，叠加一个更大一点点的啊。来3个，一大一小。好，我们这边来一个包过来的这种感觉啊。我们先画一些这种所有的反瓣啊，先把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，小反瓣。按下去起条拖一下，有一个。那我们在画一个组合的时候，画一个反瓣的组合的时候，我们要有这个多少和这个疏密的对比关系。那这边就很多，这边就有一个跳出来。那我们怎么去补充？好，我们来补充颜色，补充点颜色。好，我们来补充这个正瓣啊。补充正瓣的时候，我们从这个缺口的空隙的这小空隙里面，我们直接去补上这个最深的颜色啊，那我们在像这个外面伸出来这个缺口怎么去补呢？我们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然后还是一样的侧锋。那上面这两个反瓣的时候，侧锋是笔尖朝下。那我们要补充这两个反瓣中间的这个正瓣，我们的笔尖就要朝上，然后笔尖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侧锋过来，好，这样子补充了一个正瓣上来。那这个正瓣的时候，你看这些缺口，你要自然的有提按的动作，它才会有这个花瓣的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出来。好，我们的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，笔尖再补充一点点太清蓝。来，再继续补充。那这两个反瓣中间的这个缺口有一个小的缺口啊，这中间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出来。那这里再补充一个小的花瓣，可以这样子包过来，你看这两个花瓣是不是有层次了？继续再补充一点点深色。好，我们继续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像这些小的缺口，我们直接补上这个最深的颜色就可以了。最深的颜色我们是沾这个太清蓝，好，这个一样的，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，我们直接补上这个深色。好，这个缺口露出来了，我们笔尖在最深的地方，然后侧锋按下去，提起来一点，然后再按下去，再画。那你这样子画的话，你笔尖，你这个边缘才会有这种不规则的地方。你不要一笔直接过来，我们要有提按的动作，笔肚要有提按的动作，就是为了画出这个花瓣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边缘，它会显得更加自然好看。颜料是用的是这个三青，还有这个孔雀蓝。
三青、孔雀蓝还有这个太青蓝。我们先把这个三青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这个笔肚里面，然后笔尖稍微的调一点这个孔雀蓝。那3种颜色它的深度都是不一样，我们把它依次的均匀的由深到浅，让这个笔尖看的是由深到浅的这种颜色的色调啊。那颜色肯定是相近的啊。好，我们像这一个花瓣，这个缺口就比较大。那我们首先把这个根部的地方用这个深色的把它画上来，直接出来。我们这里可以来一个大花瓣啊，推过去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然后再推啊。这样子我们就不至于再点，慢慢点过来，我们就不至于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。然后画完之后，这边画完之后，笔尖稍微补充一点深色，把这个地方再去调整整理一下。然后把这个缺口稍微回下笔，这个是基础。你把基础的这层基础的花瓣把它练好了之后，你以后的这个花你可以任意的变得更加灵动啊，变得更加就是不要画那么仔细，画的可以大意一点，稍微大写一点点都可以啊。好，这个是一个组合，大家都会吗？我这个笔肚里面是加的水，没有加底色。我们这个水分的话，你可以用笔尖去蘸一下也可以啊，用笔尖去蘸一下，或者是用勺子加到笔肚里面就都可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分啊，我挤一下给你们看一下，挤一下给你们看到，也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啊。也不知道看得出来吗？那是要有一点水分，不要太多水分了。太多水分你们也是，太多水分它也会在纸面上也会晕水的。所以我怎么跟你讲呢？就是要控水。当你笔上水分多了，你可以拿一张纸这样子沾掉一点点啊。水分少了就加水嘛。要控水哈，一定要控制好水分，你画的这个花瓣才会好看。然后颜色最主要是颜色调均匀，颜色调久一点。你一个水分不管你多少哈，你颜色调均匀的，画出来花瓣也不会太丑。颜色调均匀了，水分大一点，它也不是太大问题啊。